然后便是现在江城看到的画面，魏无羡把蓝忘机当成树般跳到人身上，还往上爬了一截，紧紧搂着人脖子。蓝忘机把魏无羡当孩童般撑着他的膝抱着，另一只手还在他背上轻抚，出声安慰：“无事，我在。”仙子早被金陵弄出去了，这两人还一个不愿下来，一个不愿放手似的。大清早看得江城头疼，只能撒气到金陵身上：“金陵，你千仙子出现不会打个招呼吗？”“我怎地知道魏无羡在这？”金陵委屈，金陵要说：“以后先问过。”说罢，江城瞪了一下还在装的那人：“魏无羡，你是退化了吗？还不下来？”魏无羡切了一声，跳了下来：“江城，你还是那么不解风情，难怪还没给金陵找到舅妈。”江城翻了个白眼：“没事，滚出去秀。”“有事有事。”魏无羡拉金陵过来，攀着他的肩，金陵也一起帮忙想想，你又搞什么鬼？金陵还想再说几句的，瞄了一眼旁边的蓝忘机，就算明知还是10几岁新制的韩光俊，他也怕得不得了，无奈闭了嘴。魏无羡问他们：“云梦和兰陵有没有什么地方？”“一座大山脉，旁边有官道。”一旁的蓝忘机开口补充道：“离城镇较远，或许还是个多雨地区。”蓝忘机一直都惜字如金的，难得都开了口，想来魏无羡找这个地方必是有原因的，江城便也不多问，叫管事去拿地图。金陵思考了会，道：“这还真记不得，咱们兰陵那么大区域，待会也随我回去看地图吧。”几人便研究起云梦的地图，几番下来，江城道：“似乎没有你们说的地方。”魏无羡又问：“那巨型鸟妖呢？”“白色，几百年修为。”金陵猛地摇头，江城想了会也摇头，不小心瞄了眼还在看地图的蓝忘机，道：“这种事你不是应该先问姑苏的人吗？他们家对这种资料说的最多吧？”魏无羡道：“问了，无果。今早他们已经收到泽乌军回信，蓝家也并没有相关信息，想必夜空的大哥一直没有外出，也不作乱，守的那方地界十分平和，并不会惊动到仙门世家。可他和蓝忘机又是如何沾上气息的呢？百思不得其解。”“魏无羡，你又惹了什么事？”江城不禁皱眉，扯上腰鞋，看来不单是寻个地方那么简单而已。“蓝湛，给我。”蓝忘机从袖袋里拿出一个风萼乾坤袋，交到魏无羡手里。魏无羡打开袋子，将里边的东西倒了出来，就见一个身量高大的男人被倒在地上，还向前滚了一滚。“哎呦，仙师，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晚上进你们房间了，我没看见，什么也没看见。”那人高呼着道歉，却是此地无银300两，而旁人听在耳里，金陵立刻红了满面，江城眉毛抽动，头更疼了。“晚上进去了，还能看见什么需要道歉的？”“哎，终于看清了，这里还多了2个人，夜空才缓过神来。“两位仙师，这是带我到了哪？”其实也怪不得夜空惊慌，昨夜被魏无羡一招飞蹬拍出窗外，他可是在外晕了大半夜，好容易爬回房间，还没缓过来，今早又被魏无羡一个乾坤袋直接套头装走。魏无羡过去拍拍他，道：“这2位是云梦江氏江宗主和兰陵金氏金宗主，可是2大世家先手。你快把你家和你大哥再形容一遍，你也别跟着我们了，改跟着他们吧。这2位可厉害着，准能找到你家。”“魏无羡，你可闭嘴吧，又想推什么烂摊子给我？”江城毕竟可了解以前的魏无羡，这人一开口他就猜得准，倒是也没阻止夜空将自己的故事又说了一次。这种爱情故事嘛，在江城听来自是内心毫无波澜，可一旁的金陵听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眨巴着一双泪眼，可怜兮兮的对他道：“好可怜，我们帮帮他吧，舅舅。”一边魏无羡靠着蓝忘机，不禁扑了一声，看江城瞪过去，立刻噤声：“多谢小仙师愿意相助，你可不知道这位魏仙师可凶了。”夜空声音带点委屈：“招呼也不打一个，就用乾坤袋套我，吓死我了。”金陵倒是好奇了，从来都是听说韩光君凶的，魏无羡通常都插科打诨，不务正业的，这位能惹怒魏无羡，便问他：“你是怎地惹到他了呀？”“我……”他自是惹了不少，而且还都是说不出口的事，我了半天也说不出来。行了吧你？魏无羡瞪了他一眼，道：“把你装到乾坤袋，是因为莲花坞有禁制，你进不来好吧？”夜空终于是起了身，抖了抖些微有点皱的衣摆，一脸骄傲道：“那仙师早说嘛，莲花坞禁制拦不住我。”“你的意思是说我莲花坞的禁制不行咯？”江城哼了一声，语气不善：“这妖邪灵力如此低微，也敢大言不惭，莲花坞的结界可没有神妖邪拦不住的。”
这语气把叶空都吓了一跳，一看江城就不是好惹的主，立马改口道：“不，应该说没有任何结界拦得住我，我哪里都可以去的。”这下其他两大家族的也站不住了。你是说我云深台的结界不行了？说话的自是魏无羡。蓝忘机从不与人多话，也不在意这些，可魏无羡一句我云深不知处，听得他心里甚暖，望过来的目光不禁缱绻温柔了几分。叶空只觉得这些名门仙手可真是太小气了，除了蓝忘机，立马又解释道：“不，结界不是挡妖邪的吗？我不是妖邪啊。”他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的笑道：“虽然我这样，可我其实是神来的山神。”啊，就你？这可把魏无羡、江城、金陵三人的下巴惊掉了。有这种神的吗？脸皮厚如城墙，吃喝玩乐样样不落，用的还是别人的钱。魏无羡不信，打死都不信。一旁的金陵缓了一阵，大叫一声：“啊，难道你就是鸟？”官道：“山神，这可不是1个月前他们遇到的那个吗？你大哥是不是巴掌点大，穿得很正式很隆重的，长得很可爱？”我大哥那是超级无敌霹雳帅的好吧？不过你上个月见过我大哥啊？叶空听着金陵的话，激动地抓着他的肩一阵乱晃。大小和穿着的形容是我大哥没错了。魏无羡问他怎么回事。金陵，我还有你和韩光君都见过的。金陵指指他们，被晃得都有些愣了，又道：“啊，你和韩光君回来不久就失忆了，所以不记得上个月在姑苏一座山上，我们救了一个被猪妖抓着的山神啊。”金陵这么一说，魏无羡和蓝忘机才想起先前寻找失忆原因的时候，确实看过蓝思追他们相关的页列笔记。不过，你大哥高大威猛，魏无羡几乎是咬牙切齿说了出来。这在我心里形象是吗？啊，痛死了！魏仙师饶命，蓝仙师救命！魏无羡忍无可忍，上去用陈情当武器揍了他一顿。而他心里觉得十分大度的蓝仙师只把目光望向远方。魏无羡心里十分怀疑，这无赖山神是故意的，想先花着他们的玩上一阵再说。好容易蓝忘机才出手将魏无羡拦住了。蓝忘机将魏无羡圈在怀里，抚着背给他顺气。魏无羡还是气不过，蓝湛，你别拦我，这家伙故意玩我们呢。叶空捂着脸，一阵呜呜呜。蓝仙师，你可千万把你家那位拦住了，我很虚弱的，可不能再打了。蓝忘机搂着气坏了的魏无羡，无奈叹口气，又抬起眼盯着夜空，说出的语气完全不一样。你且说来，是否还有事瞒着我们？就见夜空目光闪烁，一看就是还有。魏无羡想上去再踹几脚，见蓝忘机就要拉他不住，夜空赶忙道：“就还有一件。”然后他便支支吾吾的道：“二位仙师身上有我大哥的气味，但是通常只是接触过的话，应该和这位小仙师一样，是不会留下气味的。二位应该是……啥？你能不能干脆点说？”魏无羡都要被这鸟人急死了。二位应该是中了我大哥的术。他继续道：“刚才这位小仙师说，二位遇到我大哥后就失忆了。我是说可能啊，有可能是因为我大哥的术。”魏无羡当真是无言以对了。现在当神的都这么随便了吗？一个死皮赖脸，一个恩将仇报，我们怎的也是那位鸟大哥的救命恩人吧？有这么玩人的吗？金陵，立刻带路！抛下江城，魏无羡将夜空扔给金陵，自己抱着蓝忘机一齐御剑赶往姑苏。江城看着一黑一白两个人影快要粘在一起站在碧尘上，江城表示自己才不想去，一点也不想，而且他心知肚明，这点小事魏无羡和蓝忘机能应付，不需要自己操心，便是勾起嘴角轻声一笑，转身进了莲花坞。行至姑苏，蓝思追和蓝景怡早已得到蓝忘机的传信，在采邑镇等着他们。毕竟姑苏是蓝氏地界，带路还是比金陵强。一行人会合，便由蓝思追和蓝景怡再带着几人御剑前去那处山脉。只到附近，夜空便兴奋起来，在至山脚，林间郁郁葱葱，和多年前夜空印象里的并无区别，就连他们在夜空的幻境里见过的那处阿苏做过的大石块也依然在那里。是这里，就是这里！夜空声音里止不住的兴奋，他深深吸了一口气，这是他极为熟悉又强忍着忘记的味道，他终于是回来了。而一个更为熟悉的味道越来越近，他们头顶响起了一个夜空最为想念的声音。这么热闹，我还道是谁？众人抬头望去，一个巴掌大的小人，背后一双雪白的翅膀飞于他们头顶。夜空大叫出声：“大哥！”声音里是克制不住的激动，又有些不安的颤抖。那小人看向他，
神色闪过一丝苦涩。你还知道回来，夜空？两人之间气压极低，几乎所有人都要以为这两兄弟要打起来了，要不也要吵个大架时，夜空也展开翅膀飞向空中。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请点击订阅频道，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感谢您。